命运高达是量产机，合着议长让飞鸟开着量产机去决战。我这里先考考大家啊，命运高达的编号是什么？有人知道吗？哦，我看到有同学回答了啊 ，ZGMF X42S。希望这位同学不是查了资料才来说的啊。那么有没有同学知道编号里的这些字母又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哦，我看到有同学露出不屑的表情了啊，觉得这不就是字母的排列组合吗？能有啥章法？那你就小看制作组了啊。C 的宇宙的机体编号其实还有很多讲头的，而且一旦你了解了编号的含义，那么关于命运高达是量产机的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。接下来我就来给各位好学的同学来讲一下啊。来，值日生上来擦一下黑板，其他人翻开课本第2887页。好，首先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列表啊，该列表是 CE 宇宙，就是 C 的纪元的简称啊，绝大多数机体通用的编码，像联合和扎夫特在机体编号上都会遵循这个规则，非常重要啊，请大家抄下来，回家背一下，明天上课前抽查啊。接下来咱们看一下联合这边的机体编号，比如大名鼎鼎的 GAT 系列，它的英文全称是啊，也就是战术步行兵器。从名字上可以看得出，联合开发此类机体的初衷还是有一定考虑到重力环境下的作战的。这个可以稍后和扎夫特的 ZGMF 系列做对比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像剧中出现的初期五小强，他们的编号啊是 GAT X102 决斗、X103 暴风、X105 强袭，这哥仨啊还是按标号排的。可 X207 迅雷以及 X303 圣盾为啥在百位数上会突然差这么多呢？这个其实是联合编号体系的另一个规则，即100号为泛用机，200号为特殊粒子机，300号为可变形机，而且它们还都是 X 开头的，也就是说它们都是验证机。在高达系列动画有这么一个规律，就是一般情况下，验证机都是要比真正开始量产的机体要强的，甚至还是强很多。因为在验证阶段，测试人员基本都是把它当亲儿子对待，缺啥补啥，有时候甚至是不计成本的那种。而到了该量产的时候，就往往为了制造时间、制造成本、维护难度等而让路了。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GAT X105 强袭与 GAT 01强袭短剑，同样是 GAT 系列，强袭短剑的配置呢，真是能减则减。当然了，这也跟局势有关。那会儿联合时间紧迫，能赶着做出来第一批量产强袭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不过上述情况呢是针对量产机的，如果是针对真正的特装机来说 ，X 一般反而会比不带 X 的弱。最简单的例子呢就是 GAT X370 强夺高达与 GAT 333制式强夺高达。这里的 X370是为了紧急给强化人配备机体，在配置上做了一定的取舍而制造的。真正完整的强夺高达应该是 GAT 333制式强夺。虽然联合这边基本上所有的高达都属于 GAT 系列，简称为 G 系机体，不过呢也有一些，尤其是外传中会采用 CAT 的编号，全称是复合战术型兵器，开发者是欧亚联邦，代表作就是骇伯龙了。毁灭高达也是比较特殊的，它是 GFAS 系列的，全称是战略步行兵装机动要塞。目前该系列就这一台，除了高达系列，联合也有很多其他系列编号。这里我们就说一个历史最悠久的 TSMA， 全称前线镇压用机动兵器，代表机体就是木数的莫比乌斯零式了。由于联合是由大西洋联邦、欧亚联邦、东亚共和国等多个联邦组成，因此他们的机体系列编号啊很繁琐复杂。相对来说，新成立的军事组织扎夫特就要容易分辨很多。像刚才我们提到的 ZGMF 系列，全称无重力下用战斗机，就是扎夫特这边的 MS 系主线。开发初衷呢是宇宙用机体，与联合的 GAT 步行兵器在命名上就有着鲜明的对比。毕竟扎夫特本部就是在宇宙中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 ZGMF 系列的代表机体，就拿大家耳熟能详的自由高达来说，自由编号中的 X 代表的是视作机， A 结尾代表它是核能机，组合起来就是宇宙用核能视作机10号，这就是自由高达编号的含义。那么针对地球环境的 MS， 扎夫特又是怎么命名的呢？首先 ZGMF 系列就有相关分支，像是航空用的 ZGMF X24S 混沌高达，海战用的 ZGMF X31S 深渊高达，陆战用的 ZGMF X88S 盖亚高达。另外呢，每个环境下也有各自的具体编号。陆战方面，像 TMF-A 系列，也就是巴库他们，以及 TFA 系列的扎乌特。空战方面则是 AMF 空中机动战斗机以及 AMA 空中机动攻击机，海战则是 UMF 水下机动战斗机。当然了，扎夫特除了这些比较派系分明的系列以外，也有很多其他编号，大多数都是拜外传所赐，咱们就不讨论了啊。最后呢，咱们再来说说命运高达，编号是 ZGMF X42S。咱们一开始讲过 X 代表什么呀？对， X 代表测试机。 S 结尾代表什么呀？对，
代表第2阶段，也就是跟脉冲他们算是同一时代。虽然它的性能早就远远超过第2时代了。那么为什么结尾是 S 而不是代表核能的 A 呢？因为当时毕竟还是有一战停战条约在，虽然命运是核能混动，但为了面子上说得过去，还是没有直接把 A 写世人脸上。相对来说，拉克斯那边的终端机研发出来的强袭自由，它原本是条约出来以后，扎夫特就停止开发了机体，结果终端机搞过来，顶着条约开发完了。一旦有人问你们违反条约研究核能机不说，咋名字也不遮掩一下呢？他们就可以说，哎呀，人家扎夫特就管它叫 ZGMF X20A 了，我们只是照章办事罢了啊，突出一个有恃无恐啊。接着说命运它是 X 开头，也就是说呢，它是测试机。虽然原计划是要量产，但到最后也就做出了2台，型号还都一样。那么接下来就要分2种情况了。如果说计划中要按照命运甚至是更高的标准来量产，那就是制式量产。这种呢，一个是扎夫特短期内实现不了，一个是它与咱们惯性思维中的量产等于低端不同，它依然是高端机。而如果走传统的阉割量产路线，那可能最后编号就是类似于 ZGMF 50T 这种，性能不如飞鸟的测试机，但更便于生产。所以说飞鸟的命运无论如何都是当时扎夫特最顶尖的机体，并不会因为它有量产计划而落下逼格。议长对飞鸟的投资也是直接拉满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课堂内容就这么多，大家记得回去背一下编码表，再把课后练习题做了，明天抽查下课。嚯，嘿呦，这细节带劲哈！MG 2.0 时代可以从05年发售的 Z 高达 2.0 算起，也可以从同年更早一些发售的龟霸算起，到09年发售的钢坦克结束，在这期间发售的新规 MG UC 系机体，基本上就是大家常说的 MG 2.0 时期的模型了。其中不乏马克兔、强人、岛 A 这样素质较为出众的产品。而如果说为 MG 2.0 时期评个4大天王，那以我个人的观点分别就是龟霸、扎古2，包括高机动扎古那些衍生机体，元祖，包括沿用其骨架的吉姆及其衍生型号，以及今天要介绍的吉翁号了，不是勇士勇士 2.0。 当然了，众所周知4大天王都是有5个的，没错，第5天王正是无敌的 MG 钢坦克。哎呦，那内构那联动那小机关不好意思，我跑题了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开始 MG 勇士 2.0 的评测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 P， 新的一期奶带工厂说开始就开始。说实话做勇士之前，我的心可以说是悲喜交加的。喜的呢，是我通过看到别的 UP 的视频呢，了解到无论是龟霸还是勇士都是非常出色的模型。但是当我先做了钢坦克以后呢，再做龟霸就有种好像也没那么让人惊喜的感觉。所以对于勇士呢，我背的就是有钢坦克这个珠玉在前了，万一我拼完以后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惊喜，那该怎么办呢？毕竟这钢坦克那内构，那联动，那小机关不过拼完以后这个顾虑就算是打消了，因为我发现龟霸的精妙是跟钢坦克一样的，属于那种可玩性和刻画细节上的精妙。同赛道比，那肯定是会被钢坦克比下去的。而勇士呢，则是和元祖 2.0、扎古 2.0 一样，走的是人形机械结构的那个赛道。这一点虽然钢坦克也很牛逼，但是人形的机械结构毕竟还是有其独特的魅力在的。因此拼完了以后总体感觉还是非常的好。唯一美中不足的呢，就是这款模型的可动相对比较一般，想还原官图的 pose 都会发现十分困难。不过勇士主要也是宇宙用的这个能理解。咱们先来看看外观我的这台是最近刚发售的 PB 产品，强尼专用勇士，也就是传说中的真红闪电勇士。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干净利落的，没有太多的刻线，水贴设计呢也是比较淳朴。我这台是喷了消光，所以呢会显得更加干净一些。塑料原色呢是比较有光泽感的那种的。整个模型呢基本不需要任何的贴纸补色，只有监视器和武器瞄准镜部分需要贴纸补色。话说PB 的模型经常把监视器上的补色贴纸给集合到水贴上面，这是真的恶心有条件的还是比图一下吧。另外勇士的机设呢是19米，再加上其厚实的装甲，整体观感呢是要比常规的高达要大上一圈的。而这款真红闪电勇士新规的背包，通过不同连接件可以将武器搭载上去，这荷枪实弹的造型就真的是非常戳我了，而且还有点我最爱的金宝凡的感觉。不知大家给这款模型的外形打多少分呢？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可动和细节。抬头和转头角度中规中矩吧，由于前胸比较高，低头是低不下去了，这个有点可惜。而且这款模型在转头时会和扎古 2.0 一样，有监视器的联动效果，也是 MG 2.0 时期标志性的联动设计了。胸部和腰部有相对较大的可动角度，缺点呢就是有点松，而且极其容易蹭漆，稍微有点糟心。驾驶舱的舱门呢可以打开，只不过驾驶员
员啊应该是通用兵人啊，也看不出是谁。手臂平抬能够达到90度，曲肘啊很强，可以直接摸到肩膀，并且曲肘时呢，手臂内侧伴有一定的联动，手指为5指独立可动手，其中大拇指以外的4根手指呢也可以进行弯曲。前裙甲、侧裙甲、后裙甲都有较大的可动幅度，可是就算把前裙甲给掀开以后，这个前踢呢也只有很小的角度，侧踢啊倒是有差不多90度，后踢呢由于会被屁股上的喷口干涉，这个别提后踢了，就连站立姿势啊都感觉很难站得挺拔了。后裙甲内侧的喷口呢有独立的可动，而且还是双段的哦，屈腿的角度就非常小了。不过膝盖后方的盖板会随着屈腿有联动，也算是有利有弊吧。脚的接地非常一般，不过前摆后摆的时候啊，内部会有2根液压杆进行联动。其实勇士 2.0 最精彩的呢就是这个腿部的内构了，可以看到大量的细节刻画以及各种联动效果。这种 MG 2.0 时代独有的骨架设计，大家真的是且玩且珍惜吧啊！现在万代新规上真的是很难看到了。话说这个如果搞个机械透明版的，那个效果肯定是相当炸裂啊！背包部分喷口有一定的可动，后裙甲呢也有一个可以翻出挂载光束军刀的设计。配件方面，光束军刀有2种特效件，一种是勇士常见的大风车特效件，一种是普通的光束军刀特效件。盾牌方面有个挂载光束军刀的接口，还有个机械臂，原本是挂载在勇士背部的，但是呢，新规的背包并不支持盾牌的挂载，导致盾牌必须通过手来握持，而握持的时候呢，需要靠手甲与盾牌握柄相互卡住才能拿稳，导致手甲也会有掉漆的情况出现。武器方面，除了标配的光束步枪，还有一个扎古的火箭筒，以及完全新规的火箭发射器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这款模型的介绍了。虽然就是勇士 2.0 简单的换色，但在新规背包和武器的加持下，整体的观感啊，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差别的。这一款看起来啊，确实是更带感一些，再加上其出色的内构和联动表现，如果之前没有玩过勇士 2.0 的，或对真红闪电情有独钟的，强烈建议收一个玩玩哦。好了，今天视频这么多，喜欢用200点赞上头投币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哎呦，这细节带劲啊！这个变形效果还是相当可以的吧？不过1985年的版本也是相当不错就是了。在之前的视频中呢，我们介绍了好几款可以完美变形的 HG， 比如 HG 南瓜饼啊、HG 加普兰呀、HG 卡普斯利啊，以及 HG 汉布拉比。可见当年万代对 HG 的 Z 系机体的设计，那用3个字形容就是真他妈用心啊！但这些机体都是提坦斯的。奥古这边咱还真没介绍过什么好的 HG， 那么本期视频呢，就让我们把目光放到主角团身上，来看一看高达 Z 中奥古的第一台可变形机体梅塔斯的表现吧。了解我的老朋友都知道啊，我在做变形机体的评测时呢，是从来不会展示变形的啊，本次也一样啊，不信咱走着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 P， 新的一期奶带工厂说开始就开始。首先来看外观，作为主角团的机体，也依然充分体现出了 Z 系机体奇奇怪怪的外观设计。就这水蛇腰，巴巴托斯来了都得喊声祖宗。而模型腿上也有相当数量机械细节，稍微喷涂一下，效果应该是相当不错的。模型贴纸补色的地方不算太多，也就是这里需要贴纸补色。另外眼睛是不能动的，想展现不同角度的眼睛，就需要用这个替换贴纸来进行实现，也算是老 HG 的特色了。值得一提的呢是 Z 系机体里不少 HG 模型的动力管啊都会给出独立的分色，这一点也算得上是宿主党的福音了。主要需要补色的地方也就是喷口内部了，其他的地方贴纸效果也还算是可以的。对比一下万代于1985年推出的这款梅塔斯，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于2006年发售的这款 HG 梅塔斯分色和体型确实好太多了。不过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85年的这款梅塔斯也有不少的机械细节，而且变形后的形态我个人感觉啊还真是要比 HG UC 的这个要好一些，不知大家觉得如何哈？来，咱们接下来看看这个模型的可动表现啊。头部的可动表现算是那个时代中规中矩的吧。手臂这里可就有说头了，上下2个旋转关节可以完美的避免螃蟹臂的造型，也就是在手臂外侧朝向两边的同时，小臂还能微微前屈，摆站姿呢会显得更自然一些。一提到这个就气啊，明明早就能解决的问题 ，RG 牛上却是不给解决，唉。由于采用了双段关节，曲肘的角度其实是很大的，就是这肩膀啊太大了，基本就没什么意义了。手臂上的小枪可以转下来，并结合外拉的握柄，实现持枪射击的姿势。不过这个拿枪的方法呀，想一想还是挺别扭的。腰部有一定的前后摆角度，前踢能够超过90度，侧踢只有一点点，后踢呢也能够超过90度。小腿后方的盖板可以掀起，看到内部的机械细节和动力管细节。这里的可动关节还是双段的，大家在掰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。小
小腿外侧的装甲可以掀开，里边的喷口也可以调整角度，脚的接地表现一般吧。为了照顾变形，脚尖和后脚跟呢也是可以合拢的，而小腿装甲内侧呢也是有内衬的，这一点比某些小腿带喷口装备的 HG 好太多了。而且这里呢也是取光束军刀剑柄的地方，配合模型附带的光束军刀特效件，就可以实现使用光束军刀时的样子了。最后呢，模型背后这个机头啊也是有一定的可动，这时候肯定有小伙伴要问了啊，哎呀，这个机头设计的这个可动有啥用呢？其实啊，只要把这个机头啊盖过头顶，再把手拆下来，手肘一屈，胯关节一拉，小腿一折叠，小腿后方盖板对着肩胛一插，脚尖脚后跟一并，小腿和胸部的盖板一拆，起落架一装，变形就完成了。顺带一提呢，1985年的梅塔斯变形方式和这个也是一模一样，其实本质上也是一种一趴变形，不过由于梅塔斯有着比较特别的外观，因此变形后这个整体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。我个人啊是更喜欢这个 MA 形态的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啊推荐可以入一个玩玩哦。好了，今天视频这么多，喜欢小伙伴点赞上的投币，我们下次再见。我去，哎呦！魔兽的这款湖中骑士是我2022年4月刚出设定图没多久那会儿就预定的，时隔1年半啊，可算是发货了。不过看在总价770的份上，也不枉我给魔玩地带无期贷款了那么久。拿到手的第一感觉就是，不愧是当今国模的顶流啊！这做工和素质，别说在国模里边独树一帜了，对比万代，那就更是降维打击了。万代这几年的成品啊，从设计到做工啊，真的是一言难尽啊，完全没了往日 MB 高规格成品的样子。唯独 IP 这块，魔兽啊还是得想想办法。这么好的机体，没有好的宣传载体，那确实太吃亏了。而且这次的湖中骑士啊，还有一些售前的小问题，我觉得也有必要说一说。一个是设定图跟实际产品区别还是挺大的，虽然啊设定图与实物差距大，这是常有的事儿，但是呢，这个湖中骑士实体化以后啊，显得真的是太单薄了，可能是为了可动做出了不少的牺牲吧。当然了啊，单看实物也是很帅就是了。另一个就是披风的问题，这是素体时的样子，这是我买了第三方披风披上以后的样子。可以说啊，这种欧洲骑士风格的机甲有没有披风啊，那真是差距太大了。没有披风啊，这跟个破刀兵似的，连骑士样子都看不出来。有了披风，这骑士搞不好还是个皇室贵族，逼格直接拉满。不过我有一个朋友看过照片以后跟我说，这个像座山雕，我整个人一下就不好了。你妈逼的！而魔兽在前期听到广大玩家希望加入披风的呼声以后，居然呢把披风给放盲盒里了。哎呦，这波操作啊是真的迷啊！你把那些无所谓的配件啊放到盲盒里边，我觉得挺好啊。无论是抽到啥都跟白给了一样啊，我也无所谓。但是这种至关重要的配件也放盲盒，那就有点不太厚道了啊！你先把你们家盲盒的理念搞清楚。小垃圾送的挺好的，你说你非要弄个这么重要的配件进去干嘛？你不知道人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吗？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，就是这盒子封面真的是太丑了啊！这姿势谁摆的？摆的挺好，下次别摆了啊！看看人家 B 站的盒子，好了，说回模型本身吧。其实魔兽的模型出到现在啊，大多数的产品特色大家已经是相当了解了，所以我这里啊就直接给大家着重介绍一下这款湖中骑士最大的卖点，也就是这套盾符武器了。不是剑盾武器啊，可以看到盾牌本体设计的就是非常好看啊，尤其是中间这一串镂空铭文，在光的照射下那真的是格外夺目啊。就是盾牌两侧透明架啊，感觉有点雾蒙蒙的，不透亮，不知道是不是有意为之的。盾牌的背面呢，也可以看到大量的机械细节纹理，涂装也是非常的到位，可以说是赏心悦目了。而这款盾牌最大的玩点呢，就是抽出剑的那一刹那，整个盾牌呢都会随之而展开，展开之后呢，还能看到里边露出的更多的机械细节，整个拔出的过程啊还是相当过瘾的。而且在插进去的时候呢，盾牌也会自动收缩，紧紧包裹住剑体。咱们接下来看看模型本体啊，整体的漆面呢是偏消光的，不过仔细看的话啊，会有部分地方消光不均匀。而模型本身的分色啊不算太复杂，整体色调相对比较一致，没有那么严重的跳色感。虽然遗印标志不多，但结合模型本身诸多的机械细节，使得模型看起来啊并不素。魔兽对细节的把握这一点啊还是相当不错的，比大多数国模那种乱成一片的设计要强不少。模型的个头方面，拿出我的缺管理 EG 元组来对比一下啊，差不多呢是 PG 级别的大小。头部这里啊，我之前就看好多人说这个面罩好像是阴阳眼，我这里看了下啊，确实反光以后颜色是不一样的。不过感觉就还好吧，毕竟是反光颜色不同，一旦接受了还挺带感的。模型默认是不带发丝的，这里有个小盖板可以遮挡住头发特效件的插口，掀开天灵盖就可以看到里边电池仓了。
大家注意啊，这款模型是不自带电池的，需要大家自己购买，而且头部和肩部是一种电池，长枪则是另一种电池，一定要注意啊！装好电池后，按压面罩就可以点亮头部的灯效了。可以看到，在光照充足的情况下，亮度也是相当可以的，脖子低头的角度不错，同时也可以拔起来，增加可动幅度，但是左右转头呢会受限制。摆造型还是挺难受的。肩胛根部有2段的可动，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干涉。胳膊平抬角度微微超过90度，曲肘则是150度左右吧。小臂有独立的旋转关节，手腕也有可动设计。另外，小臂外甲也是可以进行拆卸的。肩膀根部呢也是提供了一定的前屈角度。腰部分为2段可动，上段在胸部下方。前屈时呢，可以看到背部脊椎的细节联动，下段呢则是在胯部上方。这个在背部脊椎有联动的同时呢，正面的液压杆也会有所联动，可以说啊是当前魔兽产品的标配设计吧。我看谁还在弹幕里边刷巴巴托斯啊，利用2段腰部的可动，弯腰可以达到相当大的角度，就是模型没法后仰了，稍微可惜了一点。胯部的所有组件都是有独立的可动，可以进行位置的避让。大腿根部呢也有一个轴心关节，下拉后前踢可以达到相当夸张的角度。但是啊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不要太用力过猛，否则就会像 UP 这个一样，直接蹭缺肉了都。屈腿时的看点呢也不少，大腿后方的盖板会进行联动，膝盖外甲会随着屈腿幅度而进行依次展开，并且可以看到大腿内部的液压杆细节涂装，以及膝盖内部的机械细节。这种细节涂装啊，别提万代同价位的 MR 魂了，就是 MB 产品线里边也是基本看不到的。脚掌在前后摆时呢，小腿后方的液压杆也会有所联动，接地的表现相当不错。前脚掌呢也有2段的可动。以上啊就是这款模型本体的可动表现了。另外这款模型呢也是有提供爆甲设计的，只不过啊这个爆甲程度啊很小啊，而且啊大多数都是一些细枝末节的地方。这反正啊就是个爆甲跟没爆甲是基本没区别。最大的亮点呢就是肩膀的狮头，提起盖板以后可以点亮里边的眼睛。同时呢，狮子的下巴还会有轻微的打开。接下来啊，我们来看看配件。刚才提到的盾斧，不是剑盾的盾啊，已经介绍完了。剑呢，其实还有一个小看点，就是它也可以通过拉伸握柄的方式将护手展开。细看的话呢，也能看到剑身上面有细致的铭文标志。另一个武器就是长枪了。可以展开以后形成冲枪的样式。我严重怀疑啊，湖中骑士的武器设计师是不是曾经沉迷过怪物猎人？展开后呢，可以通过按压机关的方式点亮长枪的灯组，拍照效果还是很不错的。就是这武器在长枪状态下，枪身有一点合不拢的感觉，稍微有点闹心。接着就是造型手，有2种开掌手型，以及3种不同角度的握持手型。最后呢，就是这个底台了，上面印着湖中骑士正面的线稿，同样呢采用磁吸设计。不过啊，由于湖中骑士实在是太沉了，这是真的吸不上去啊。最后呢，就是武器支架以及盲盒开到的一把剑了。盲盒开不到披风，那就只能自己买披风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这款模型大概介绍了。作为我个人入手的第1款魔兽产品，总体来说呢还是非常满意的，尤其是配件选择不够丰富这一点啊，在我这儿更是优点。我现在是真的烦啊，一打开盒子里边噼里啪啦的一堆配件，自己安装要费半天劲不说，还有一堆零件用不上，让我这个强迫症患者是着实难受。再加上模型本身出色的素质以及别具一格的外观设计，综合下来看呢，可能是我今年最喜欢的模型之一了。感兴趣的小伙伴呢，可以买一个玩哦。没有腿。谁啊？他没有腿。他没有腿啊？你觉得好看吗？跟一个穿着裙子没腿的女人似的。像一个穿着裙子的没腿的女人是吗？有点像梅花鹿。像梅花鹿是吗？哦，基地限定出了好多新的，我都没见过。我想你过来就是为了拍视频，不是为了陪我逛去。我女儿去做大戏，带拍视频就别带我去，我还以为你要带我逛呢。就是带你逛呀，顺便拍视频啊。对。你有一说有方案，我就告诉你。沙扎比啊？这不是沙扎比，这叫夜莺。你看，哥哥告诉你，这叫夜莺。躺在那儿，一个脚后，一个脚前。哎，是不是我的吗？哪个是你的呀？合体。不是把这个人冻成了，看到吗？啊，对，你也有一个毁灭。毁灭。哇，这边还有大个的。
这不是沙扎比，那是扎古。沙扎古。那不是沙扎比，那是扎古。沙扎古。不是沙扎古，扎古。沙扎古。扎古没有沙。我的这不是。哦，你的。啊，你的报丧是不是？牛高达的名字好搞笑。牛高达名字搞笑是不？就是牛高达。我上过火系的。火系。英系。龙系。嗯。是啥玩意儿？哪个？这个是哈罗。你觉得哈罗好玩啊？我觉得哈罗好笑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你怎么老问这些稀奇古怪的呀？这个是那个他们用来维修啊，或者是做一些工程的事儿的时候用的机子。这叫什么名字？不知道。这个是结晶独角兽，身上长了柚子，是不是？是独角兽吗？嗯。是啥玩意儿？这也是独角兽。这是啥玩意儿？这也是独角兽。这是啥玩意儿？这是巴巴托斯。独角兽，独角兽。这是巴巴托斯。这是独角兽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自由，上海的自由。自由。哎，自由。这巴巴托斯。你说选哪个？啊，让你选就选这个金色的呀。你要是你选的话，你就选这台是吗？你觉得这台最好看？但这台不能变形哟。这台不能变形哟。变形就不变形呗，那它好看吗？你不是就想要变形的吗？那不能变形的不就不好看了吗？好看。哦。要是这种拼色的，又好看的又能变形的就好看。但它不能变形。那它好看呀，我说又好看呀，又能变形的选。你就觉得这个好呀？哦，放回去了。一台 HG 339这玩意儿。330。那哪个便宜呀？你再找找，除了这个以外，还要喜欢哪个？你好好看看。我还想要这个。还是想要这个啊？这不是高达。可爱。可爱的它不是高达。看外形哪个最好看？这个不是高达。就想要这个。这个不是高达。就想要。这个好看，这比那个金色的百事好看。这个比金色的百事好看。那你再找一个比这个好看的，看能不能找到？你确信这比那个金色的好看？你确信吗？定了吗？就这个了吗？对。就它了吗？确定了啊，它可不能变形啊！它可不能变形啊！你想好了啊？那这个变不了形啊。这两个哪个好？不要金的了吗？不要了，金的不能变形。哦，金的不能变形啊，确信是这个了哈。那这个有没有那边那个工程机好？有。也有，这是最好的了是吗？这是现在所有店里边最好的，这就是这个了是吗？没有比它更好的了，对吗？没了。确定了啊？这支付卡这。你自己去交费去吧。给我钱。给你钱，一会儿我给你扫码，去吧。换一面。哦，换一面啊？你要换这面在外面是吗？因为我想看看。哦，你想看看它那个变形的步骤是吗？哪个是从来这是的，这是的。啊。司令部にも俺のこと分かってくれる人はいるみたいです。